全球欧日博用户，所有欧日博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年的欧日博战略新品发布会，我是你们的 Mark， 大家好久不见！今天我很激动，因为好久不见了。在过去的1年多里面，我没有躺平，我们还保持增长，我们还可以。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知道我们在憋大招，对吧？所以今年我们的发布会会比以前晚了一点，但是好的事情永远都不怕迟。这一次我们是把产品量产了才发布会，是吧？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好不好？今天的发布会我们会在多个平台直播，我希望大家能够为我多点赞。这年头除了网红，企业家也值得被多点赞，是吧？很不容易，对吧？我们后面会多放一点福利，感谢大家对中国创新的民营企业多一些支持，好不好？好，感谢大家。回顾2018年，我们发布了智能中控屏 MISPI， 在全行业我们第一次把智能中控屏合在一起了。同时，我们获得了很多同行的认可。如果今天哪一个做智能家居的公司还没有中控屏，那这公司肯定要倒闭了，对吧？那在知名的调研机构 IDC 的报告里，我们的销量已经形成了一个断崖式的领先，对吧？我们的出货比友商加起来还要多很多，是吧？比遥遥领先的公司还要遥遥领先，对吧？就在大家都认为智能中控屏没有什么好创新的时候，对吧？我们又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拟性智能家居市场，对吧？主打颜值这么一个强项，对吧？带飞智能开关，对吧？这是我们去年发布的科技美学的代表作，对吧？同时，经过了2年多的发展，我们的智能无主灯也做到了行业的领先。我们认为，在这个智能的时代里面，照明和面板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智能照明想要做得好，不仅要光源技术好，而且越来越依赖于交互创新和控制技术融合。我们非常精准地抓住这个机会，快速地发展了起来。特别是我们去年发布的苍穹灯，是全球第一款拟自然光的主灯，应该说是非常创新的产品，不仅很智能，而且很治愈。有一些用户说这款产品可以治疗抑郁症，大家知道吗？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酷的事情，对吧？那当然也有一些不太好的评价，是吧？比如说这个产品太贵了，对吧？卖9999，对吧？太贵了，对吧？所以我们很快会有全新的苍穹 Light， 经过重新打磨，我们马上要上市，也会给大家一个惊喜，好不好？作为一个专注于智能家居的品牌，我们今年开始得到了更多官方的认可，对吧？我们成为智能家居领域的国家小巨人，对吧？我们还获得中国质量检测协会的多项认可，对吧？我们将继续大量的做质量投入，努力的给用户带来更多高品质的体验。因为在企业很小的时候，速度就是效率，但是公司到了一定规模，我认为质量就是效率，对吧？今天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市场上也开始出现了很多致敬欧日博 MISPI 的产品，对吧？对吧？大家都在做 MISPI， 对吧？那这个时候，我开始不断的在重新思考，智能家居的意义到底有多大？这个生意到底多大？这个意义有多少？当整个行业都在被我们带到一个智能中控屏和无主灯的这么一个大坑里面，还有很多互联网的大厂野心勃勃的把智能中控屏看成是下一个流量和入口，对吧？还有一个广告平台，对吧？甚至遥遥领先的公司不专注去搞5纳米。也跑过来搞中控屏和智能灯，对吧？对吧？我曾经很痛苦的怀疑，智能家居是不是值得再干10年，对吧？对吧？那如果它价值不大，只是热爱是远远不够的，对吧？特别是今年，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些同行的老板过来交流。
对吧？拼死拼活说要以智能家居划清界限，对吧？说啥都不干智能家居，对吧？这个大环境这个很糟糕，对吧？所以今天我看来，智能家居的根本问题不能停留在只是解决互联互通的问题上面，也不能只是做一些交付技巧的这个创新。我觉得这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做成一个大生意，一定要解决一个规模和效率的问题，甚至应该去解决一些社会普遍性问题。只有解决更本质的需求和效率问题，只有解决规模问题，只有去面对社会更本质的问题，我们才有机会做成一家大企业，对吧？否则智能家居就是个伪命题。那到底什么才是我们要解决的大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大气污染和碳排放。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19年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00多亿吨，中国占了100多亿吨。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全球的碳排放一直在增长。这些排放里面，其中建筑能耗占了全球能耗的40%，是最大的污染来源。而建筑能耗中，空调和照明占比最大，对吧？占40%到60%。如果我们能减少这个建筑能耗，那我们就是能解决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对吧？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买卖，大家同意吧？同意可以给我们点赞，好不好？对吧？我们来看，自从人类发明空调以来，我们好像理所当然的把热直接往外排放，对吧？我们从来不认为这样子有什么问题，但是很少有人在意，跟另外一件事情对比起来，这就非常不合理，很奇怪。就是说，空调把热直接排出去，但是我们又用天然气、化石能源来去供暖和供热，对吧？我们今天确实面临很严重的问题。根据哈佛大学报道，我们每年有1/5的人的死亡是跟化石燃料有关系的。空气污染致死的人比艾滋病还要多很多，对吧？那每年因为化石燃料死亡的人数高达800万人，而交通工具只占了38万，结果就是你凉快了，但地球热死了，对吧？那这个很不合理，对吧？同意吧？在这么一个汽车都变成新能源、变成电车的时代，家里继续用天然气来洗澡，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这简直天理不容。你的空调产生的热直接往外排放，同时你又用化石能源，对吧？燃气来供暖和烧热水、洗澡，对吧？我们过去看起来很正常的事情，其实非常不合理，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能源浪费，是吧？这是对地球非常不负责任的事情，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能源浪费，而且是对全球碳中和、全球环保共识的背叛，大家同意吧？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不得不给大家带来3个非常创新又非常环保的智能化产品，对吧？第一个是一台能够把热排放进行回收、存储、利用，大量减少排放的革命性的中央空调，对吧？第二个是夏天免费制热水，冬天零排放的，可以供全家人洗澡的新能源热水器。第3台是一台超级省电、超级省钱，而且非常节能的全屋空气能热泵。一台新能源热水器，一台超节能的空气能热泵，一台革命性的中央空调。大家看明白了吗？大家看明白了吗？今天我们这个新品一定会改变家里的空调的形式，我们今天一定会载入史册。接下来让我们粗暴一些，我们一起把这个产品搬到台上来，好不好？我们粗暴一点，好不好？好吧。
我们拿到这个产品，这可能是我们设计过最大的产品，对吧？比大更大。这次我们真的把产品量产了，我们不是 PPT， 我们接下来用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方式来揭晓这个非常伟大的产品。见证历史，载入史册。见证历史，载入史册。哇！见证历史，载入史册。大家一起看，这不是3个产品，这是一个设备，对吧？家里面中央空调、热水地暖，从今天开始只要1台机器，对吧？只要1台机器，它叫什么？它叫 Make Station。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看一下我们产品有多屌，好不好？非常非常酷，对吧？空调热水地暖一起，这是一个全新的、非常创新的、非常 innovation 的产品，对吧？再来看，在 iPhone 出来之前，人们并不会觉得说身上装的一台手机，又挂了一台相机，还揣了一台 MP3，是多么奇怪的事情。但是今天 iPhone 出来之后，人们只会接受手里面、身上只有1台手机，不会再接受 MP3 数码相机，对吧？同样道理，家里面这么多空调、热水，还要搞一个壁挂炉，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对吧？而且很浪费，对吧？很不科学。我们经过了大量的投入，我们经过2年的努力，我们采用了新的智能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相结合，我们实现了1机3用，同时满足了家里的空调、热水、地暖的需求，而且对热进行统一的能源管理和回收。哇，这太好了，是吧？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创新的方向，对吧？Make Station 采用了集成式的水箱设计，我们的体积比传统的空调热泵、热水器减少了50%，将原来只能在别墅才能使用的更舒适的水空调带入的千家万户，对吧？现在最新的户型，只要89平方以上，我们的空调都能装，对吧？因为里面都有这个设备平台，那 Make Station 可以装在这个设备平台里面，可以说这是全球最小的空气能热泵空调一体机，只要能装小金，就能装 Make Station， 对吧？小金能装，我们就能装，对吧？没有什么不能装的，对吧？那过去人们一直认为说空调是一个技术门槛比较高的行业，对吧？但是当我们深入的去调查这个行业，我们发现这可能是一个误解。空调经过了几代的发展，已经比较稳定了，对吧？那最近20年，空调的技术并没有什么创新，各个家都差不多，对吧？非常成熟。那更多是在制造和营销方面的微创新，对吧？来点小鲜肉啊，对吧？来点小网红啊，对吧？
他们并没有在技术方面还有多大的创新。那可以说，自从变频技术出现以后，这个行业已经20年没有创新了。都说颠覆一个行业的，往往不是他的同行，对吧？就像我们当年做 MISPAD 智能中控开关，对吧？颠覆开关的肯定不是公牛，对吧？那当然，你得带点硬货来，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是带了硬货，我们是有备而来的，对吧？这里面呢，我们 MISSTATION 不单单内置了一个集成式的水箱，我们还有可能是一个全球第一个小型的热回收系统。这里面呢，我们采用我们专利的黑 Circle 的专利技术，我们的 MISSTATION 可以在夏天制冷的情况下，把本来要排出去的浪费的能源热能回收回来，用于制造生活热水或者洗澡，对吧？这是不是很酷，对吧？对吧？你减少了外面的排放，同时你把热水回收回来，用来洗澡，对吧？冬天 MISSTATION 就是一个很高效的空气能热泵，对吧？最高的效率能达到1:5，对吧？好，我们把空气里面的热进行回收，用于生活供暖和生活热水，对吧？这里面我们申请了100多个专利，对吧？其中有20多个全球专利，是吧？我们是带了硬货来的，对吧？我们有全球专利，对吧？我们是有备而来的，对吧？我们找到了同级别的6匹的小金和小克中央空调，对吧？经过了详细的实验室数据对比，我们在夏天我们可以产生18千瓦的冷量，同时我们还回收了10千瓦的热量，加在一起一共28千瓦的制冷制热，对吧？远远大于传统空调的15千瓦的制冷量，是吧？冬天我们在同等功率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产生20千瓦的热量，远远大于传统的中央空调，对吧？所以，按照相关的能耗标准，我们的 MISSTATION 加权冷热综合能效比达到惊人的5.6，对吧？远超国家一级能效和同类竞品，是真正意义的超一级能效。我们应该叫超一级能效。所以刚才我们说过 ，MISSTATION 可以让我们在夏天吹空调的时候，对吧？直接回收热，免费洗热水澡，对吧？那同时 ，MISSTATION 在夏季制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 MISSTATION 在夏季制冷的时候5个月吹空调，那么理想情况下热水是免费的，对吗？同时 ，MISSTATION 也是一个全年最高效的生活热水器，对吧？因为有5个月你的热水是免费的嘛。同时，到了秋冬季节，它又是一个非常效率1:5能耗的一个空气的热泵，所以它比起传统的燃气热水器和电热水器，它可以实现8倍效率的节能。1年的热水成本只要400块钱，对吧？远远低于传统的方式。接下来我们买这些热水器，我们不单单要考虑购买的成本，我们一定要考虑它是不是在运行费用上是不是足够节成本，对吧？所以在此之前，我们每一天洗澡，我们洗的热水都要烧掉不少煤，都要增加地球的排放，对吧？但是当你家里用了 MISSTATION 之后，你的洗澡水是非常绿色、非常环保的，你不再有负罪感，对吧？你可以放心洗，洗越多省越多，没有任何压力，对吧？让洗澡没有负罪感。对，所以这是一个 MISSTATION 是让你没有洗澡负罪感的产品，对吧？在中国甚至全球的大多数城市里，供暖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吧？家里如果有一个地暖，将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体验，是吧？很多冬天，很多人都希望如果有地暖，那多舒服啊，对吧？那过去为什么地暖的普及这么低呢？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对吧？地暖最大的问题是贵，因为用地暖要烧很多天然气，对吧？有很多房子如果200-300平方，可能要烧几万块钱，这是真实的数据，对吧？那我们经过大量的用户调研，就是说详细点，就是装得起，用不起，对吧？同意吧？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对吧？如果你是用电来做地暖，那肯定是很浪费的。如果你用燃气，对吧？不单单是贵，而且会有很大的损耗。那我们以冬天3个月供暖为例，如果你用电地暖，每年的费用高达2万块钱，对吧？我们更常看到的是一个燃气壁挂楼，每年如果是一个3房2厅120平方，每年的费用也要达到9000块钱。但是如果你使用 Mist Station， 每年的费用只需要4500块钱。所以 Mist Station 让全屋地暖不再是奢侈品，对吧？我们就是要用科技拼钱，我们就是要把地暖打下来，对吧？就是装得起，也要用得起。我们还针对3房2厅100平方的这种4口之家，这个全屋空调、热水、地暖，做了一些完整的调研。我们综合了模拟的这些数据，我们最终发现 ，OK， 如果我们要同时满足家里的中央空调供暖和热水，采用传统多联机中央空调和燃气壁挂楼方案，1年下来它的综合费用是17000块钱。如果采用水机加燃气热水机，1年的费用也达到14000。但如果使用我们的 Mist Station，1年的总费用只要11000块钱，非常节能，非常省钱，对吧？可以说 ，Mist Station 是同时满足中央空调、生活热水、全屋供暖最优的选择，对吧？我们称之为89平方以上最省钱、最好用的热水中央空调，大家同意吧？我们在做空调调研的时候，我们还非常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就是我们发现空调是唯一一个在室外就能看出一个主人品味的家用电器。就是说，你还没有进到家里门就知道，这个主人是怎么样，对吧？他的品味怎么样，对吧？因为他的空调外机是放在外面的，对吧？所以它不应该被随便对待，对吧？对吧？它应该被重新认知的设计，并且严肃对待，对吧？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面子问题，对吧？对吧？而且也是态度问题，同意吗？对吧？因此，我非常好奇，为什么这么多号称传统的大品牌，对吧？知名品牌，那么不注意外观，对吧？那这能代表你们家的品味吗？这个好像不符合你的身份，对吧？对吧？我非常奇怪，我又听说这些空调厂家很赚钱，对吧？但是好像又不是请不起 ID 设计师，对吧？后来我们在他们的名字里面找到问题的所在，对吧？因为他们都叫小金机电，对吧？40重工，对吧？因为他们的基因里面就不是为家庭而设计产品的基因，对吧？对吧？因为他们是机电公司嘛，对吧？所以我开始特别理解，并且尊重，对吧？其实不仅仅是外面的产品没有被认真设计，其实内机也没有被认真对待。它给你家里装的风口跟工厂里面的风口好像没有什么区别。我认为，一个家里的重要的电器产品，一个空调，必须要认真对待和设计，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带来了全新的 AirPod 智能室内机，我们就是要告别这些丑陋的风格，我们要为家里的装修加分，我们要更加能代表你的品味。所以今天我们带来了全新 AirPod， 对吧？除了好看的外表，对吧？我们还内置直流电机，有更精准的出风口，而且很节能，啊，我们可以实现多档的送风量，那并且在有睡觉模式可以实现超低速的这个运行，更安静而且更舒适，对吧？除了 AirPod 之外，
就是比 AirPod 还要强大，就是 AirPod Pro， 对吧？对吧？那 AirPod Pro 是用3D 导流风道，对吧？无极的角度，对吧？和智能风量的显示，那就像智能汽车特斯拉一样的风格，对吧？这可能是真正具有科技美学设计的一款室内空调，对吧？我们开完发布会就重新装，好不好？对吧 ？Apple 重新设计中央空调室内机，对吧？对吧？那这么好的设计，对吧？来自于我们 IF 金奖的欧日博 Design 团队，我们感谢大家，好不好？因为设计的太好看了，以至于我们这次把产品拿去做第三方认证的时候，对方的测试主管惊讶地说：“我靠，这是他见过最好看的中央空调，对吧？对吧？以前空调不是这样子的，以前没有人为空调的外观而设计，对吧？对吧？以前能智能就可以了，对吧？那我们这个团队这7年来获得了很多世界级的奖项，特别是2017年，我们获得了 IF 金奖，这是1954年以来第一个中国企业在建筑技术领域里面获得 II 金奖。你可以永远相信欧日博的审美。可能眼尖的朋友们，你们已经发现了 MissStation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是什么？这个上面有一道细细的红线，这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使命最好的纹身，对吧？我们给它注册了一个商标，我们叫 Real Light， 对吧？这代表了它的使命。它使命是什么？红线，对吧？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不再是人类的上限，而是红线。对吧？所以，环保、可持续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除了节能以外，健康是家用空调最重要的事情。过去总是有人说，哎，老人小孩要少吹点空调，因为传统的空调有3个大问题。第一个呢，它的出风口温度很低，有损皮肤，让皮肤显得很干燥，对吧？第二呢，因为很冷的风吹出来，因为空调口出来的传统空调就是7度，出风口就永远只有7度，所以它很容易产生感冒，对吧？第三呢，就是传统的伏机容易发生冷媒泄漏，它的伏是直接到室内的，那如果发生泄漏，那是很可怕的事情。传统的空调出风口是7度的，因为它的伏机只能按照7度来出，所以你的制冷温度调整其实只是出风之后跟空气的混合，但是它出风口永远都7度，对吧？那因为出风口太低，对吧？会产生冷泥水，对吧？而我们 MissStation 采用的是水传导的双循环系统，室内我们采用水传导，出风口是最适合的，最延伸的16度，不会产生冷泥水，风也很舒服，绝对不会对皮肤产生伤害，对吧？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空调，对吧？出风口那个16度 ，MissStation 还会制造柔和的软风，让人感觉到很舒服自然，对吧？更好的去养皮肤，对吧？所以 MissStation 在舒适度、节能性、制冷体验里面安防等方面，都已经是一个完全的 KO 掉了传统的服务空调，对吧？所以说 MissStation 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下一代中央空调。同时，因为我们这是第一次在空调领域做创新，那我们想把产品做得最好，于是我们拜访了很多业内的大佬，我们问他说怎么子把这个产品品质做好。这些大佬说料要足，用松下压缩机，对吧？于是我们把最好的材料和配件都用在了 MissStation 上。我们采用了号称压缩机之王的松下 EVI420 压缩机。众所周知，压缩机就是空调的心脏，
对吧？想要寿命长，心脏必须要好，对吧？传统压缩机的寿命只有6年，而且6年之后，大概率会开始衰减了，对吧？这也是我们感觉到制冷效果并不如以前，而且我们空调，而我们的 MissStation 压缩机可以长期稳定高效的输出10年，远远高出很多品牌自己的压缩机，达到了业内最高的水平，对吧？澎湃持久是吧？澎湃持久。那另外，考虑到传统空调主要是夏天工作，而我们必须是考虑春夏秋冬天南地北都能工作是吧？夏天制冷，冬天供暖，对吧？所以，为了保证我们能够满足冬天、夏天各种需求，那 MissStation 还采用了智能喷气增寒技术，并且我们通过水泵防冻、电辅热防冻、机组预防热3重防冻机设，实现了零下30度到52度超宽的运行环境。也就是说，零下30度依然可以给室内供暖，真正实现了无所畏惧所有的严寒酷暑。比起传统的服务系统 ，MissStation 呢还有一个独有的黑 Turbo 增程式双循环变频技术，使得我们的制冷的效果可以进一步提升，达到150%。也就是说，我们用6频的空调达到了8频的效果。其实 MissStation 完全可以覆盖高达160平方的这么一个供暖供热的面积，真正的实现了超一级能效。另外 ，MissStation 具有储能式的一个水箱，这个水箱呢，我们特别采用了高强度双向不锈钢，那这是国际认证的饮用水级的不锈钢。同时，我们还内置了3000瓦的中程供热模块，可以确保在零下17度的时候，保证4个人连续洗澡毫无压力。还有，作为一台非常优秀的一体式空调，静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MissStation 我们除了采用直流无砂电机之外，我们还创新了采用3D 气旋的创新风叶，那么使得我们的气流更加平稳。同时，我们底盘采用了一些全新的有效吸收压缩振动的一套机械结构，那以及大面积的双组吸音棉，来确保我们每一个家里人每一个晚上都能睡得很安稳。就这么一个空调，我们希望它是很强大、很持久、很安静。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发布的强大的、节能的、高性能的中央空调一体机 MissStation， 对吧？供暖、热水、空调一机，对吧？我们的性能可能会超过所有原来行业的认知，对吧？我们欢迎所有的友商来战，好不好？对。我们也欢迎我们一起，我们跟所有的空调业内的朋友，我们一起把我们的中央空调带到第5代，是吧？智能新能源的空调，好不好？除了机器之外，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就是智能手机已经从诺基亚进入到苹果，对吧？汽车也从燃料汽车到了新能源汽车，它们很典型的特点是，不再有一堆按键，而是由屏幕来代替，是吧？但是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传统空调还在用传统的红外或者按键面板。这些机电公司给了你一个这么丑的面板，然后告诉你，这是进口的，对吧？你凑合用吧，对吧？这是进口的，你凑合用吧，对吧？我认为这不单单是对用户
审美的一种侮辱，对吧？也是对这个行业一个最大的讽刺，对吧？在这个智能时代里面，对这个空调行业的讽刺，是吧？在这么一个创新的智能时代，我们必须要有好的交互，同意吗？一个智能时代的空调，我们必须延伸配到这么一个真正的智能交互面板。我们 Mist Station 延伸标配的全屋中控屏 Mist Pie， 对吧？大家知道做中控屏是我们的强项，对吧？同意吧？对吧？对，遥遥领先是吧？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对吧？Mist Station 配的智能中控屏支持多种交互方式，对吧？触摸屏、远程语音、APP 啊都可以，啊，远程 APP 和家里面的语音都可以，对吧？同时，我们配的 Mist Pie 不单单是一个温控器，它还是一个强大的全屋中控屏网关。这我们做这一块的嘛，对吧？我们肯定强项嘛，对吧？我们肯定不会只是配一个遥控器给你，对吧？给一个 APP 遥控器那意义不大，对吧？所以随时随地你买了我们的 Mist Station， 它就是一个全屋智能，对吧？屌爆了是吧？对吧？更屌的是，我们在里面做了全新的交互设计。我们在空调的控制界面上，我们做到了3D 的风控交互，动一下手指就可以调整风速和风量，对吧？除了语音之外，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互体验，就像特斯拉一样，对吧？同意吧？那还有一点就是传统空调不可能比拟的是，我们通过模拟智能的算力啊，我们模拟了全球自然气候的环境交互。那我们通过大数据和这个大模型，我们可以实现室内的风量、风速、湿度都处于一个真实的最好状态，让用户感觉自己真的是处于一种更自然的状态，对吧？这是传统空调没有的，对吧？那还有一个很酷的地方，就是在一些特殊天气里面，例如说梅雨天气，潮湿的让人很难受，对吧？我们可以一键解决这么一个复杂问题，对吧？彻底告别回南天的烦恼，对吧？还有一点就是，啊，这个需求是我跟金娜有了小孩之后，这个，因为我们经常会因为谁去看一下孩子房间的空调，我们经常因为这样子而吵架，对吧？对啊，你看你们都有这种同感嘛，对吧？对吧？今天我们用技术解决了我们之间的战争，对吧？对吧？我们通过我们的 Mist Pie 大屏，就可以轻松的了解每一个房间的空调的温度、湿度，开了没有，关了没有。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关注到我们家里人的身体健康。可以说 ，Mist Station 也是家庭和谐的大利器，是吧？早买早知道，对吧？对，谁用谁家里和谐，对吧？对吧？所以刚才我们提到 Mist Station 是一个非常节能省电的产品，啊，我们认为做了好事是要留名的，对吧？你省了多少电，你得把它显示出来。所以我们的 Home AI 的 Energy， 我们有一个主动的节能的机制，同时让你看到你家里每天省了多少度电，你洗了多少次澡是免费的，你家里面制冷、制热用了多少度电，省了多少度电，它都可以在我们屏幕里面显示，对吧？对吧？制冷看得见，对吧？做好事要留名，对吧？如果大家觉得以上的产品、以上的屏幕交互还不能满足你对家里装修或者控制个人风格的需求，我们还提供了这么多选择。啊，毕竟我们是中控屏世家，对吧？在屏幕面板交互的这个江湖里面，欧日博敢说第二，大概率也不会有人说第一了，对吧？除了7寸屏，啊，我们的所有的智能中控屏和开关都可以支持我们的 Mist Station， 啊，你可以自由选择和搭配，对吧？所以在这么一个智能产品的战场，对吧？
有时候打架不是单打独斗，是打群架，是吧？有时候就看谁家的产品多，是吧？对吧？那如果你觉得这产品还不够满足你，我们还有专门为别墅来设计的中控大屏啊，我们的 MISPI X 12.3寸的全屋智能中控大屏，对吧？对吧？能够完整的显示全屋的信息，那一眼无离，而且跟你家里的这个如果是200-300平方的平层后的别墅，特别给你搭配，因为特别大，对吧？对，大一点其实挺好的，对。所以说，智能和新能源必然会走向融合，大家同意吧？对吧？没有做新能源的智能将会被淘汰，对吧？市场一定会这么卷的，对吧？全屋智能将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智能与新能源的全面融合，对吧？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观看一下我们全新的智能系统交付的升级视频，好不好？怎么样？是不是很酷啊？我担心那些传统空调厂家永远都做不出这么好的交付出来，对吧？这次我们还升级了我们的智能语音交互。大家知道，我们的智能语音交互小鹅管家有很多独特的产品。这次我们还带了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智能小鹅管家5.0。我们对这强大的一个大模型语音，我们可以直接说。小鹅管家，帮我把空调调到最适合1岁婴儿的空调温度，对吧？你不再需要担心说多少度，对吧？我们也可以说最适合老人睡觉的温度，对吧？你可以很自由的跟他沟通，你不需要再刻板的给他发送指令，对吧？对吧？有了大模型的加持，智能家居正在快速的进化到非常人性化的地步。对吧？还有就是我们的免唤醒技术，有了大模型的加持，我们可以不再需要说角度，对吧？可以不说小鹅管家，我们可以直接说你要什么，对吧？对吧？帮我把灯调到一个最舒服的亮度，对吧？他就知道了，啊，不再需要唤醒词，对吧？真的是你可以放飞自我，是吧？对吧？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对吧？这个地方你是自由的，对吧？啊。对吧？这个体验会爆，对吧？接下来我还给大家看一下，除了更好的灯光语音体验之外，我们还用大模型产生了灯光秀，对吧？接下来我们可以看视频，我们看一下用大模型产生灯光秀是怎么样子的，对吧？我回来了。小鹅管家，跳支舞。没问题。小鹅管家，带我去看极光。我来为你创造家中的极光吧。我还能带你遨游深海呢。也来森林看看吧。
非常酷是吧？对吧？家里面也可以变成一个舞台是吧？这是全新的生成式 AI 灯光秀。那以上特征将会在我们12月15号全网更新，给你带来一个无线 OTA 的科技住宅，真正做到常用常新，夜用夜智能。以上特征都会出现在我们的 Home AI 5.0里面。Home AI 5.0的特征包括了大模型和 Meta， 还包括了全新的智能语音。也因为我们的空调，我们还发布了全新的智能暖通的交付和应用。你可以相信，在智能家居方面，欧日博是永远的神。所以，如果智能家居和新能源这两项大趋势必然走向融合，那我们在未来5年内，我们可能没有对手。这是来自国内创新的力量，这是来自对科技美学的信仰。我们今天将要颠覆空调这么一个古老而传统的行业，向20年没有进步的行业正式宣战。我们相信，只有为用户而设计，为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努力，我们一定会带来更好的产品，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创业这10几年，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的产品创新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但是今天，我认为我们的创新，我们的价值可以更大。我觉得我们可以对社会，我们对人类都可以更大价值。就像马斯克说过，我不希望死在这个星球，但是我们有责任让这个地球更好的活下去，对吧？今年3月份，马斯克也提出了全球可持续能源计划，他也提出用热泵技术来创造那个家庭供暖，来终结化石燃料，对吧？这是他继特斯拉之后另外一个目标，对吧？跟我们去年开始做 Mission 的战略不谋而合，我们都在为这个可持续的地球而努力。我们相信，很快有一天，我觉得不用超过10年，我们生活中的热水供暖一定会采用更清洁的能源来代替化石能源。到那个时候，我们每年可以减少5.5亿吨的碳排放，可以减少价值8000亿多的化石原料的费用。我们将为地球的碳中和做出最大的贡献。不仅特斯拉，中国和全球很多地政府都在行动，出台了很多支持新能源热泵技术代替燃气、化石燃料的政策，对吧？用户使用 Mission， 它也是一个非常创新的热泵技术，我们将得到政府的更多支持和补助。Mission 助力全球碳达峰，加速碳中和的到来。欧日博一小步，全球碳达峰一大步。在这么一个新的时代里面 ，Meta 的出现解决了所有品牌互联互通的问题，同时大模型让我们的智能化的体验做得非常好，对吧？彻底克服了人工智障。所以在智能新能源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的情况下，智能家居我认为不应该再只是纠结于交互创新和连接问题，对吧？我们正在面临全新的问题，我们正在面临全新的机会，我们可以解决更大的问题，我们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我们甚至可以改变世界，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更正式的命题，就是什么是下一代智能家居？自从智能单品走上了全屋智能，我认为智能家居的下一个阶段应该是科技住宅。比起全屋智能，只关注
更好的交互体验和连接。科技住宅开始关注绿色环保、能源和地球可持续，这才是智能家居的未来，这才是下一代的全屋智能，这才是智能家居更大的价值。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们将在智能新能源方面持续投入。未来5年，我们将投入50个亿，做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致力成为这个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今天，我们有了全新的使命，在这么一个智能新能源的时代里面，我相信，通过科技创新，也能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今天，我们正在面临一个伟大又特殊的时代。我认为，只有真正的科技创新，才能解决更多问题。最终，我相信，人类会享有更加智能美好的生活，地球将持续的充满生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你我都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和贡献者，我们一起继续努力，好不好？今天我们这个发布会就要结束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才刚开始。我们将今天的发布会作为一个新的起点，我们继续努力，感谢大家。再一次感谢大家，感谢所有在座的和直播间的朋友，感谢你们。